Hello，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4月28号周二的晚上7点半。这礼拜都在搬家，但是还是要找时间来更新投资账户记录和市场回顾。我觉得也蛮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也刚好在4月27号，我的那个 Steven Crisis Top 10其中有一档股票暴跌，被降频到 sell，所以我也会把它卖掉，把它平分到其他9档股票。那究竟是哪一档股票？我们等一下回顾。最近也在看一些分析师对经济环境分析的文章，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想说也跟各位分享。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好，那我们现在到电脑的画面，我们看这个 Thinking Alpha， 我在2026年1月12号，这个 Stephen Crisis 挑出来这个 Top 10， 究竟是哪一档被淘汰呢？应该非常明显，下面写了，这是 WLDN 被淘汰了。好，那我们先看这个 Holdings 的部分，目前这10档的持仓状况。赚最多的是这个 CIEN 115，是 COHR 是8%，AMD 61%，AMD 我有拍一支影片，为什么那么推荐 AMD？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是 MU 49%，CLS 33.94%，ATI 22.2%，ALL 3.5%。下面就是亏钱的，分别是哪3档 ？INCY 负8%，B 是负17%，还有 WLDN 最惨负26.78%。好，那我们看一下 rating 的部分。rating 从高到低分别是 MU、CLS、AMD、ATI 这4档是 strong buy， 那其中 MU 是 4.95 分是满分，那接下来 buy 是一档是这个 B 4.43 分，那接下来下面黄色这边是 holding 也有4档，分别是 CIEN 3.49 分、CHR 3.49 分、ALL 3.41分、INCY 3.2分，最后一名这个 WLDN 分数是 1.53， 已经排到这个 sell 了，所以这一档目前会出清了。可以看一下这个 cost 已经降到0了。4月27号开盘的时候出清了，它的钱会平分到其他的9档。这个是2026年1月12号买进的这个 Top 10的持股状况。那我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还有选10档股票，就是 RV Select 0206，虽然它在中途中被换到了这个 RV Select 0323，但我们虽然都换掉，但还是来看一下它表现的怎么样。如果那时候2月6号选到现在都没有卖掉，目前表现应该是 2.52%。rating 我观察呢都是没有掉到 sell 的，但是赚的也是挺少的 2.52%。那时候我就觉得黄金跟金矿股感觉这里面蛮多选到金矿股，我觉得不太行，我就把股票换成了2档。哪2档？在3月23号换到的就是 MU 跟 SanDisk。这2档都是 4.99 分，可以看到 Comscore 4.99 分。那 Holding 呢，我们来看一下，换成这个 SanDisk 跟 MU 后，在3月23号到现在的损益是 37.64%，SanDisk 是 50%，MU 是 25%， 刚好一半。那这个就是我账户回顾的状况。还有一个 SPY， 我那时候有一个杠杆投资计划，我有杠杆投资计划的一支影片。假如这个股票 SPY 跌破200日线，我会把 SPY 全部卖掉。在它重新站回200日线的时候，我会把它股票全部买回来。所以我在哪里买回来？我在这一天差不多就把 SPY 全部买回来。目前的损益在哪里？目前的损益我刚截图的状况是这样，差不多算了1750是 15.77%。那以上就是我账户回顾的状况。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市场数据的状况，可以看一下在美国的 equity 走的比较好指数有哪一些。我们按1个月交易排列，这个纳斯达克100 QQQ 已经完全走起来，1个月是 18%。接下来是 Micro Cap 是 S&P 500 Small Cap。Mid Cap 走最差的是这个道琼，但已经全部都翻正了，而且是跳涨的蛮多的。我们再往下看，这边是 sector 的状况，行业别，我们来看一下这1个月什么走比较好。第1名科技股之前很惨，现在已经全部整个回血 23.59%， 直接碾压其他的行业别。接下来是 consumer， 接下来是不动产、金融服务、工业股，下面这里都表现的比较平均。那走最差的是什么？是能源产业，负 9.26%， 其他都已经翻正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债券殖利率的状况。我们看一下10年公债的殖利率，现在的表现是差不多在 4.3 到 4.4 之间，这里有走起来，目前在 4.3 跟 4.4 之间。那如果是美国各个因子投资的状况，看哪一个因子走比较好？这个月走比较好是这个动能跟成长，走比较差的是低波动跟股息成长是比较差的。那再往下看，可以看到全世界的股票市场。这个月走比较好是新兴开发市场，那如果是走的比较差的北美以外的那些股市是走的比较差的。如果是看国家，这个月走最好就是美国，走比较差是中国、英国，也都是有涨的。
那如果是这个债券这个月走比较好，是美国的高收益债，那比较差的是短期的公司债，但是也都是涨的。那再看一下这个商品的部分，这个月走比较好的是工业金属，那再来是黄金，走比较差天然气。那看货币，这一个月美元是跌的，这一个月美元是跌的。接下来其他英镑、欧元、日元也都是涨的。那这个是这些市场主要数据的部分。江南银行又来了，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第2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我报你好康，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8CGDSH。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新手开户礼200现金，理财测验礼100现金，会员加码礼100现金。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2季完整权益的，赶快去找这一部影片来看。好，接下来我们到 TradingView 来看一下这个各大指数的状况。可以看到 SPY 跳上240 NA 这根大跳往上跳空之后，就一路强势，甚至直接创新高了。目前还在757，还在创新高，而且是非常强势。看一下 QQQ 也是一样，跳过240 NA 之后也开始创新高，而且它已经干嘛？已经双交叉了，这也是双交叉，也代表一个趋势的开始。好，那 SPY 回来看一下，也是双交叉了，对不对？那看一下道琼就相对来说比较弱势，因为其他都已经创新高了，它跳上240 NA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创新高，创新高大概是在这个 499.98， 可以算500才创新高，所以道琼是比较弱势的。那如果是非半也是很强，非半看一下完全没碰到240 NA， 直接120 NA 就直接把它顶上去了，而且第一根跳的时候跳空基本上就已经创新高，而且急涨。不知道网络上说几涨，降龙18涨已经算不出来了，非半也是超级无敌强势。好，那这个是4大指数表现的状况。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还是非常关心的石油，石油目前还是在20 NA 之上，也是一样维持在高位，大家一定要继续关心油价。那如果是布兰特原油也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国际局势的油价目前可能还是在高位盘旋，我觉得通膨压力可能还是会出来。那如果是黄金就真的相对弱势很多，60的底扣价在这里，接下来跌下来再走上去，所以我觉得黄金可能真的要再往下下探，可能要盘得更久。黄金，那美元指数目前200日的涨幅已经翻正了，有没有可能往上冲还不知道，这里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在这个位置100美元指数的。接下来是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台股也是非常猛烈，要交叉没有交叉后又直接一路往上喷到哪里？这边创新高后也没有要停的意思，目前已经走到了4万点了，接近4万点，但4万点目前还没有收破，都是打影线上去的。但是我就觉得应该4万点这个整数关卡再怎么样，应该要来个回撤到20 NA， 但是20 NA 我觉得那就是大家加上的机会要把握。那这个就是各大指数和商品现行的表现。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你有用过吗？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绝对可以满足你在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 升级到 Essential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订阅 Essential， 只要15美金，用我的专属连结，我直接再送你15美金，让你再订阅1个月，还不赶快把握优惠？好，接下来讲一下我最近在看一些分析师对美国经济分析的文章，我觉得有几个有趣的观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最近有在看一些财经新闻，或者你有在做投资，你一定会觉得现在自己好像活在2个平行的宇宙。第一个宇宙就是美股创下历史新高，不管总统打成怎么样，纳斯达克指数最近甚至创下几档降龙18涨，这可以说是什么？1992年以来最长的涨势。AI 的概念股、半导体的 ETF 像是装了什么火箭喷射器一样一直往上喷。但是第2个宇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是美国最新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数据。它不仅低于这个1970年代这个停滞性通膨的时期，甚至还低于什么198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2000年的网络泡沫，也甚至比这个2008年金融海啸和2020新冠疫情的谷底还要低。这是目前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点。股市在历史高点，但老百姓的信心却在历史最低点。这个市场与实体经济已经完全脱节到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究竟到底是什么在推动现在的经济？我看分析师有提出背后有什么？有2大虚假引擎，以及市场与现实脱钩的这个5大迹象。如果你现在手上有持股，或者是你
正准备再提前往这个股市all in，你一定要多保留一份谨慎。我们现在谈谈为什么我会说现在的市场已经处于在自动驾驶的非理性繁荣阶段，这背后有5个完全脱节的迹象。第一个就是这个刚刚讲的消费者信心的崩盘与财富效应的假象。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消费者信心的崩盘，你可能会问，既然大家那么悲观，为什么还在爆买股票？答案其实非常的残酷，因为美国收入前10% 的这个家庭持有市场上将近87% 的股票。换句话说，股市的上涨只让金字塔顶端少部分的人感受到这个财富效应，而剩下的90% 的人来说呢，他们面对到的是什么？越来越难以负担的房价，还有通膨居高不下的生活费，还有正在攀升的信用卡违约率。很多人以为 AI 爆发会带来全面繁荣，但事实上，微软 Meta 宣布了什么？上万人的这个裁员，甲骨文甚至披露最近将裁3万个员工。这些科技巨头为了释出大量的资金去买 NVIDIA 的晶片，建置 AI 的基础设施，选择什么？选择牺牲掉白领阶级的职位。当这波裁员潮扩大，高收入族群的消费力一旦缩手，美国经济近70%的这个消费动能将会面临到巨大的考验。那现在的市场很大程度是靠什么？靠动能交易在推动。不管中东的局势多紧张，不管通膨的数据多难看，资金就是盲目的往里面冲。半导体 ETF 甚至可以连续涨18天，现在完全是一个非理性的繁荣。大家去加油站看看就知道了，美国汽油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4美元，柴油价格更是3.5美元飙升到5.4美元。柴油是物流的协议，代表铁路、卡车的运输成本在全面的上升。亚马逊、邮局都已经开始收燃料附加费，肥料价格也在飙升，这意味着接下来的食品价格绝对压不下来。联储会想要降息，在这种通膨压力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甚至还有停滞性通膨的风险。还有荷姆兹海峡的危机被华尔街严重低估了。这条全球经济的咽喉一旦长期受阻，而不只是油价的问题，即使明天就宣布了和平协议，海峡里的这些水雷被破坏，这些炼油厂和管线都需要好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修复，这会完全拖累这个全球的供应链。了解了市场与现实的脱节，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经济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现在这个成长数据？说穿了就2个字，就是砸钱。但这2笔钱都面临着极度危险的边缘。你先看现在这个画面，这个是美国的国债中，美国现在联邦债务正快速逼近40兆美元，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高达将近2兆美元。更恐怖的是，美国政府现在每年光是付利息就要花掉超过1兆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利息支出已经超越了这个社会安全以外的所有开销，甚至超越国防预算。在这种举债规模下，联准会根本不可能回到过去的零利率时代。只要高利率持续，房市就会继续冰冻，美国5兆美元的商用不动产债务违约率也会持续攀升。那目前第2个引擎是什么？就是4大云端巨头亚马逊、微软、Google 和 Meta 疯狂的 AI 资本支出，今年他们预计要砸下超过6500亿的美元。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致命的警讯，这些巨头的自由现金流正在大幅下滑。为了买 AI 晶片，他们不仅大量发行债券，甚至不惜裁员。过去几年推动美股上涨的超级大动力是什么？是企业买回自家的股票，就是买回库藏股的概念。但现在他们把这些现金都拿去买了这个 AI 伺服器，能用来买库藏股的钱大幅减少。更别提美国的电力网根本就跟不上这些耗电巨兽的需求，许多 AI 资料中心进度落后，甚至取消。这个 AI 引擎正在严重透支未来的成长空间。当我们把所有的拼图拼在一起，消费者信心崩盘、通膨在一起、国债利息失控，以及科技巨头透支现金流的 AI 豪赌，你会发现现在的股市创新高，就像是一群人在那个薄冰上面开派对。市场究竟还能跟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现实脱节多久？我讲这些不代表明天股市就会崩盘，
金融市场的不理性往往会持续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久，这又是为什么做空经常会破产。但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人，在股市都在创新高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份谨慎，紧盯国际时事，还有经济数据和图表。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投资账户记录和市场回顾，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你们觉得现在的美股究竟是 AI 革命带来的新常态，还是泡沫破裂前最后的狂欢？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会仔细看每一则留言并回复。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麻烦帮我点个赞，这对演算法来说非常重要。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在市场最疯狂的时候保持清醒。我们下一期再见，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的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通了。如果各位看了我的影片，觉得有帮助，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加入会员连结，用行动支持我继续创作。详细的会员分级和功能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